见过希特拉利战斗的人不多，而见识过的人总是对黑曜石奶奶用枕头打人一事发表疑问。然而此二位却是陪伴黑曜石奶奶读书、喝酒、休息，然后睡过头的宝贵星魔。常言物似主人形，哪个都不是好惹的。我可没迟到啊。星魔跟随希特拉利耳濡目染，似乎也学会了多变的法术。但无论变出的是可靠的护盾，还是突如其来的风暴，希特拉利的目的都只是为了守护你罢了。释放元素战绩，希特拉利展开白曜护盾，召唤黑曜星魔伊兹帕帕，造成冰元素范围伤害，同时获得一定夜魂值，并进入夜魂加持状态。白曜护盾的伤害吸收量受益于希特拉利的元素精通，并对冰元素伤害有额外的吸收效果。伊兹帕帕将跟随场上角色行动，伊兹帕帕退场时，希特拉利的夜魂加持将会结束。若希特拉利的夜魂值超出了一定值，伊兹帕帕将进入白碎状态，持续消耗夜魂值，并卷起跟随角色的双陨风暴，持续攻击范围内的敌人，造成冰元素伤害。夜魂值耗尽时，伊兹帕帕的白碎状态也会结束。解锁天赋五重天的寒雨后，伊兹帕帕存在期间，队伍中附近的角色触发冻结反应或融化反应后，受本次反应影响的敌人，火元素与水元素抗性都将会降低。同时，希特拉利还会恢复一定夜魂值，每隔一定时间，至多通过这种方式恢复一次夜魂值。希特拉利伊兹帕帕给我上！释放元素爆发，希特拉利驱使来自星天与大地的盟友，唤起冰风暴轰击前方区域，造成冰元素范围伤害，并为希特拉利恢复一定夜魂值。同时，在范围内一定数量的敌人附近，各自召唤一个速灵之毒。速灵之毒会在一段时间后爆炸，造成冰元素范围伤害，并为希特拉利恢复一定夜魂值。解锁天赋白碎蝶的星衣后，元素战绩中伊兹帕帕的双陨风暴造成的伤害，以及元素爆发中冰风暴造成的伤害，都将根据希特拉利的元素精通获得提升。此外，队伍中的附近的角色触发夜魂迸发时，希特拉利还会恢复一定夜魂值。岁月给希特拉利留下了很多经验，他或许懒得亲自动手，但总是乐于分享。若希特拉利处于队伍中触发夜魂迸发时，队伍将恢复一定燃速，该效果无法在秘境、征讨领域、深境螺旋中生效。在纳塔存在燃速机制的区域，当前场上角色位于空中时，希特拉利可以直接以夜魂加持状态入场，借助白曜星魔希特拉林在空中飘行。此外，长按跳跃时，希特拉利将消耗体力腾跃而起。在纳塔存在燃速机制的区域，希特拉利可以消耗燃速，腾跃至更高的高度。希特拉利在长按瞄准时会进入灵觉状态，处于这种状态下时，希特拉利可以与灵迷涂鸦和灵迷纹交互，提取其中的信息与力量。对喜欢待在家里的希特拉利而言，需要动手的麻烦事都是凶星恶曜显露之凶相，必须也得用恶曜回击。战斗中，希特拉利释放元素战绩，展开白曜护盾保护同伴，并和场上队友密切配合，从而积累夜魂值。当积累一定夜魂值后，进入白碎状态的伊兹帕帕卷起双陨风暴，造成冰元素伤害，为战斗提供助力。当元素能量充足时，希特拉利释放元素爆发，造成冰元素范围伤害，并且恢复更多夜魂值，让伊兹帕帕更快进入白碎状态，利用双陨风暴清理战场。见证过漫长时光的人，总会留下很多故事。虽然这些故事于他而言只是日常生活，但在其他人的口口相传中，难免披上一层玄幻的色彩。误会便是这样产生的。希特拉里似乎不屑于每次都解释自己并不高傲、孤僻或是可怕，甚至展现出符合印象的样子，正如恐怖的黑曜石奶奶齐名。这是成熟的表现吗？或许，
然而真正熟悉他的人，一定会觉得那个垂头丧气、迷糊醉酒，或者看着轻小说偷笑的样子，反而更接近真实的他吧。